你别以为你救了我奶奶，就可以拿这个要挟我，让我允许楚云照纳妾。我自然不会提出这等无理的要求。于静瞥了兰溪一眼，没想到这女子还挺识相。那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我来是想跟于姑娘说一句，你做得很好。于静瞬间呆住，她没听错吧？我和于姑娘的想法一致，凭什么男人就可以三妻四妾，女人就只能嫁给一个相公？男人应该和我们女人一样，这辈子只能有一个。于静的双眸一亮，心下有些激动。你当真这样想？兰溪点点头。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人和我的想法一致。你都不知道，虽然爹和哥哥们疼我，可我做了这件事后，他们还是会骂我不懂事，说什么就算楚云照纳妾，我也是他唯一的正妻，谁也不能越了我去。所以我觉得楚云照配不上于姑娘。于姑娘要找，就该找个真心待你的。也许那人并不富有，也许那人也不是什么权贵，可他眼里只有你一个人，只对你一个人好，除了你再看不到旁人。他的话真的是说到他心坎里了。你真的这么想？当然，虽然我们是姑娘家，可我们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，凭什么听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？兰溪总觉得自己好像在带坏小孩子。今日里楚云照能纳我兰家的姑娘，明日里就会有什么李家、王家、赵家，每一个于姑娘难道都要逼着楚云照不纳吗？俗话说得好，狗改不了吃屎，既然没有办法改变狗，为什么不换只猫养？兰溪一笑，转身进屋，只留下于静站在院子里怔怔地发呆。好了，按照我先前的吩咐，老夫人往后便会很少分病，若是再犯，可去明远镇的千金堂找我，亦或者直接去西河村兰家。多谢，我送姑娘离开。三少爷，有人硬闯于家。请问可是身高约8尺的男儿，板着一张脸，看着人的时候冷冰冰的。媳妇儿，你没事吧？看到兰溪旁边站着的于米时，眼底立刻露出了警惕之色，将兰溪护在身后。兰溪扯了扯姬元的衣袖。相公，我没事儿，你别紧张啊。这位是于三少爷。于三少爷，抱歉啊，这是我相公，我原先跟他说好了，让他在外面等我，他可能见我良久没出来，担心我出事，这才硬闯进来。原来是兰大夫的丈夫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不知公子如何称呼？姬元没说话。我相公不爱说话，他叫姬元。眼下老夫人已经没事了，我就和相公回去了。等等，于米又命人将先前的银子端了过来。虽然兰大夫提了要求，可这金子还是希望兰大夫可以收下。今日救下老夫人，原先就是意外，就当是我结识于家的见面礼，金子还是不必了。你瞧你，怎么莽莽撞撞的？先前不是说好了在外面等着吗？怎闯进来了？于家是什么地方啊？你都敢闯？看啥啊？我知道你本事，可万一受伤了咋办？还不是要我心疼？细碎的声音传来，于米见先前冷峻的男儿垂下了头颅，一脸歉疚地看着面前的女子，他竟然生出了几分羡慕来。难怪他能说出那样的话，那是他相公吧？他相公对他真好。小妹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跟着你们过来的。三哥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姐姐有些特别？于米扬眉，小妹不是很痛恨兰家人吗？怎眼下连姐姐都叫上了？估摸着没几个人像她一样不贪财了。不贪财倒是真的，不爱财却是未必。三哥，你说什么呢？这难道不是一个意思啊？于米宠溺地揉了揉于静的脑袋，小妹到底还是年纪小，哪里能懂得这位兰大夫的聪慧？她瞥了一眼那2锭金子，她是用这2锭金子攀上了和于家的关系？倒真是个有趣的人。三哥，我决定了，我不要嫁给楚云照了。嗯？你在眼下才回来呀？我
都担心死了。媳妇儿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庄氏等人也都出来了。娘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老二老三如今安全回来了，大家也熬了一晚上了，都各自回去补个觉。不成，不能走。娘，这叔弟和老三是都回来了，可玉耀咋办呢？玉耀可是你的亲孙子，你可不能不管呐。玉耀怎么了？你和二哥出事，楚家那边要求将聘礼退回去才肯放人，二嫂却趁机弄了一只玉簪，算计可惜，想要讹钱。那钱呀，就是用来救玉耀的。玉耀染毒，欠了赌方1000两。什么？兰博月惊了，1000两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田氏的声音虽小，兰淑婷还是听见了。她踉跄几步，眼前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失去意识前，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：1000两啊！就算是他将自己卖了，都凑不出这个钱呢。淑婷啊！二哥，耳边传来家人担忧的声音：你怎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我不这样做，我还能怎么做呀？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呀？那是玉耀啊，我是用怀胎生下来的儿子，我能不管不顾吗？那你也不能坑骗自家人的钱啊！谁天生就想干坏事啊？我也有良心的。若不是你没用，家里没钱，我轻易做这种事情吗？你责怪我这么做，可若是我将事情的始末说出来，他们能往外掏钱吗？你竟然还打我，我这么做还不是想快点将玉瑶救出来？眼下我的玉瑶还生死未卜啊！父子夸他功课好，说是今年准能中秀子，可眼下……田氏虽然很生气，可眼下看着他如此模样，难免觉得心酸。你去将二嫂扶起来吧。我不需要你假惺惺，哭什么哭？哭就能解决问题啊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玉瑶一开始碰赌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拦着？娘，因为我不想拦着呀。可他在县城读书，做了什么事情，我咋能知道啊？若不是他眼下欠了这么多钱，我恐怕还不知道呢。就算他做的再不好，可到底也是我儿子，我总不能不问呐。庄氏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，跪在了兰博月的跟前。三弟啊，咱兰家也就你还有点钱能救玉瑶了，二嫂求你，求你救救玉瑶吧！以前千错万错都是二嫂的错，只要你答应将玉瑶救出来，二嫂后半辈子给你做牛做马，烧刷洗弄，跟伺候祖宗似的伺候你和三弟妹，可好啊？二嫂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快起来！我不起来，不行，你看这样如何呀？啊，你给我1000两，就当是我和你二哥借你的，我们给你打欠条，以后一定还你啊！三弟，你二嫂说的不错，是我没出息，我没用。若是我有用，她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。是我这个当爹的没有管好儿子，否则她也不必。博月，如今我们也就能指望上你了，求你帮帮二哥，救救玉瑶。这份恩情，日后二哥定然会还。二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样做可是折煞我了。若是大哥和爹泉下有知，也会怪罪我的。你放心，玉瑶的事情我不会不管。田氏听到这话，皱眉。他是同情兰淑婷和庄氏，只是这件事情他们怎么管？我们上哪里弄1000两银子呀？兰博月的眉头紧皱，他们手里确实没有这么多钱，只是
他二哥二嫂这边也不能不管。我去想办法。老三的钱也是辛苦赚来的，若是老三当真能拿出1000两将玉药救回来，老二，你必须给老三写欠条。娘，你放心，只要三爹肯借，我们一定还。三叔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臭丫头，你想干什么呀？玉药出事，你不愿意帮忙就算了，还想捣乱不成？躲在男人身后算什么好汉？很抱歉，我不是什么好汉，我不过是个小女子。二哥二嫂，你们别担心，玉药的事儿，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。我先出去一下。三叔，你答应的太莽撞了。你做决定之前，可曾为三婶和你们的孩子考虑？三婶马上要临产，钱借出去后，你和三婶的日子怎么过？我知道，我确实有些莽撞，只是那是二哥和玉药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。媳妇儿，我对不起。蓝博月终于鼓起勇气，将田氏搂在怀中。你不用说对不起，博月，你这样做没错。若今日里你真能狠下心来不管，就不是我男人了。借吧，砸锅卖铁，咱都借。兰溪的眼睛一热，他三叔这是修了几辈子的功德，才娶到了他三婶这么好的媳妇。三叔，你想过吗？这一回你是可以借钱给二叔，将那赌债给还了。若是有下回，二叔还找你，你该怎么办？不是我危言耸听，戒毒可没那么容易。古往今来，多少人因这家破人亡，难保堂兄就不会有下次。这……三叔三婶，你们相信我吗？细丫头，你是个好姑娘，若是没有你，你三叔这回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。我和你三叔自然是相信你的。你们若是相信我呀，就将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吧。不成，你和侄女婿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将玉药救出来？你三叔说的对，细丫头，你都出嫁了，兰家的事情绝对不能将你掺和进来。三叔三婶，有你们这句话呀就够了，这件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办吧。虽然我没有钱，可是我有的是鬼主意呀，我有法子能不出这个钱，还能让堂兄长记性，保证啊，日后绝对不会碰赌。若是侄女婿同意，我就不反对。媳妇儿，西元，我……好。你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，你就好。不管媳妇儿说什么，我都答应。你这人怎能这样？万一我让你去死呢？你也去啊？只要媳妇儿说，我就去。笨蛋，大笨蛋，你怎能这么傻呀？不哭，不哭。媳妇儿还说我傻，我看媳妇儿是真的傻，哭什么呢？你又不会让我去。我不准你说那个字。好，我不说。媳妇儿也别哭了，媳妇儿一哭，我这心里也难受。谁哭了？我没哭，我不过是被风迷了眼睛。真的？不然还能怎样？我说是迷了眼睛就是迷了眼睛，不准反驳。3月清晨的微风拂过面颊，说不出的舒爽。姬元低头望着怀中的女子，虽然一整夜没睡，可他一点都不觉得累。你们俩还想抱到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你没事出什么声啊？我瞧着西丫头和侄女婿这般挺好，到底不是亲兄妹，如今欲要生死未卜，有些人竟然还有心情谈情说爱，也不嫌臊得慌。我和我相公谈情说爱，有什么可臊得慌的？庄氏气闷，想反驳两句，瞅见蓝博月和田氏进来了，立刻迎了上去。三弟啊，眼下可以去救玉药了吧？蓝博月看向兰溪，三叔不会拿1000两，也拿不出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三弟，这臭丫头一定是胡说的，对吧？西丫头没胡说。庄氏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三弟啊，你先前可是说好的，绝对不会不管玉药。二嫂，西丫头的意思是，
这件事情他会想办法解决。他解决？他拿什么解决呀？啊？他拿得出1000两吗？他一向对我看不顺眼，他能安什么好心呢？若是让他来办，你还有命回来吗？三弟呀，你可不能听他胡说呀！咱们先前不是说好的吗？你将钱借给我们，我和你二哥给你打欠条，又不是不还你了。二嫂，西丫头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再怎么说玉瑶都是她堂兄，西丫头既然说了，这事情她来解决，就一定能将玉瑶救出来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庄氏死活不相信兰溪，兰淑婷却相信他的，尤其是这回还是他和姬元将他们从大牢里救出来的。西丫头，你真的有法子将玉瑶救出来？法子是有，不过二叔，有些话我还要说在前头。你说。这1000两是避免不了的，只是从三叔那儿借钱，变成他自己的负担。这原本就是他惹下的祸事，他自己承担是应该的。若不是走投无路，他也不想求助别人。若是当真如此，那是最好。我不同意。二婶为何不同意？玉瑶可是日后的秀才，若是身上背了那么多债，传出去一定会被人耻笑的。三弟呀，你还是将钱借给我和你二哥吧。二婶，你这话我可就不明白了。同样是欠债，又有什么区别？难道仅仅是因为人不一样？还是说，若是三叔将钱借给了二婶，二婶并不想还这个钱？被人戳中心思，庄氏立刻慌乱的道：你别在这里胡说，谁说不还钱了？够了，西丫头，别听你二婶的，这事情就按照你说的办。兰淑婷，既然当初他敢去赌，欠下那么多的钱，就该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。一家子的人不该为了这么一个孽子操劳。都熬了一晚上了，先回去休息。西丫头，你和侄女婿也先去休息吧，休息好了再去救余耀。他自己造的孽，就让他多受点苦，长长记性。有把握吗？那放心，我既然站出来，就有很大的把握。你当我看不出来呀？这事儿你原先并不想管，是心疼你三叔吧？也算你三叔这些年没白疼你。不过凡事小心点儿，若是做不到，也别勉强。我说你这丫头傻不傻呀？啊，碰上这浑水，旁人想躲都来不及，你怎么还往里跳啊？你这是在关心我啊？谁说我关心你了？你又不是我亲生的，我关心你做什么？你就算去找死，也和我无关。张氏有些语无伦次，忽然沉默了会儿，然后平静的道：你说你这么傻，我当初怎么还着了你的道？他欲言又止，转身气急败坏的离开。兰可心走了过来：娘其实关心你，她只是不会表达。兰溪轻笑，什么都没说。大姐，啊，这次的事情谢谢你。若是没有他这次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兰溪揉揉他的脑袋：不用谢。哎呀，你别揉我脑袋，我还有个事想问你，那簪子真的是你？兰可心瞥了姬元一眼：哦，姐夫母亲的遗物？不是什么遗物，不过是我花500文买来的地摊货。兰溪从怀中摸出了那只玉簪，插在了兰可心的发间。还挺好看的，送你了。兰溪拉着姬元从他身侧走过，兰可心愣了一下，迅速转身。什么是地摊货？就是便宜货。兰溪和姬元已经走了，兰可心将头上的玉簪拔下来。真是可恶，就拿这种东西想骗我1000两。兰可心想将玉簪扔了，手都抬出去了，却没有舍得。她摩挲着玉簪，想到这还是兰溪头回送她东西，嘴角忍不住扬起笑容。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后，瞬间收起笑容，赶紧回家去了。她可能是傻了，
否则他不过是随手送他一件地摊货，他怎么开心成这样？细丫头，二婶昨日里说话重了些，我也就是担心玉药，有些着急了，你别放在心里啊。其实我知道，你不是那等狠心的人。庄氏说着，将怀里的一个手绢掏了出来。这里包着的是我和你二叔这些年所有的积蓄了，你拿着，以防万一啊。我就只有这些。蓝博月也将钱掏了出来。你三婶怀有身孕，总是上山也不方便，我就过来了。这是我和你三婶这些年所有的积蓄。用不上。兰溪盯着庄氏。二婶，我说过会将堂兄带回来，就一定会。堂兄日后身上背着1000两的账，若他自己还不上，还是得靠你和二叔。这钱你就收着吧。庄氏攥紧手，一咬牙给兰溪跪下了。细丫头啊，二婶以往有千般不好，都是二婶的错。你堂兄的事儿，二婶可就全指望你了。二婶给你磕头了呀。二婶，不用，我也不怕你说我绝情。这事儿从一开始我就不想管。我之所以帮忙，全是看在我三叔的份上。我知道，可你愿意救你堂兄，我很是要谢谢你。到了县城后，兰溪并没有直接去赌坊，而是先去了余家。兰大夫。于米见到兰溪有些意外。来县城办事，念及老夫人的情况，就过来看看。不知老夫人现下身体如何？来县城办事儿？于米的眸光一闪，眼底多了几分笑意，真是有趣的人。祖母的身体眼下已无大碍，不过兰大夫既然来了，不妨替祖母看看。我正有此意。于米领着兰溪和姬元去了老夫人的院子。兰大夫今日怎有空过来了？路过，就来看看老夫人。老夫人笑笑，眸光从姬元的身上扫过。这位是？祖母，这位是兰大夫的夫君。见过老夫人。好好好，果然一表人才，和兰大夫很是般配呀。兰溪和姬元相视一笑，走到了老夫人的面前。老夫人，我再给你诊诊脉吧。老夫人点点头。须臾后，兰溪收回手。于米问：祖母的身体如何？老夫人的身体已无大碍，只要好好休养便可。于米虽然见老夫人这2日的神色不错，可听到兰溪的话，这心才放下来。我眼下没事，还多亏了兰大夫。今日里兰大夫过来，不如就吃过了再走。老夫人的心意，兰溪领了。只是兰溪来县城有事要办，不好耽搁。既然老夫人没事，我就和相公先行离开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就不多留。老夫人说着，给于米递了一个眼色。于米会意，送兰溪出去。踏出院子，于米问：不知兰大夫来县城办何事，可需要在下帮忙？这不好吧？太麻烦于少爷了，还是不用了。不麻烦，兰大夫与我于家有救命之恩，兰大夫有难，于家自然要出手相帮。不等兰溪开口，于米直接戳穿他。兰大夫来县城办事，却特地路过于家，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？被人戳穿目的，兰溪一点也不尴尬，反而笑着眨眨眼。确实是这个目的，不过按照流程，不都该推脱一下吗？兰大夫果然是个有趣的人。兰大夫说吧，有何事？不过我可事先说清楚，我不会帮你做什么坏事。
三少爷放心，不是什么坏事。这事儿啊，对三少爷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，只需您陪我走一趟便可。于米一怔，就这么简单？永宁县赌坊不少，可这最大的就是运顺赌坊。更值得在意的是，这家赌坊是于家开的，这是机缘一早就打听好的，否则昨日里兰溪也不可能那么肯定能将蓝玉药救出来。于米抬眸看了一眼运顺赌坊的匾额。蓝大夫为何带我来这里？我有个堂兄，前些时候在你家赌坊欠了1000两，如今被扣押在这里，所以想请三少爷帮个忙。于米的眼睛微微的眯起，他越来越觉得这蓝大夫不简单。这赌坊是他们于家的不假，可明面上却很少有人知道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虽然心中疑惑，于米面上却一派平静。蓝大夫可真是本事，连这赌坊是我于家的都知道。知己知彼。蓝大夫是想我将令兄救出来，并将欠债抹去吗？这事好办。蓝大夫与我家有恩，我去说句话，人就能。债不用抹去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赌债也好，借的也罢，但凡借了就该还，这无可厚非。于米的眼底多了几分笑意，他还是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人。我只是希望三少爷能宽限时间。怎么个宽限法？三少爷听过延期分期付款吗？怎么说？就是将所欠的金额还款时间延后，分批支付。蓝大夫，你该知道，我们于家开的是赌坊，而不是善堂。若是如此做，日后但凡有人来都这么干，赌坊搜不到钱，还能开下去吗？三少爷如此聪明能干，若是想将这件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应当不是什么难事。蓝大夫夸人都这么猝不及防。不过虽然明知可能是瞎话，却不让人讨厌，但这恐怕不能说服我。兰溪瞥了于米一眼，他又不是傻子，怎会看不明白？于米不过是在试探他，先前不还钱都能放人，眼下怎就不能了？不过既然他想试探，他就说给他听，反正就是浪费点口水的事情，他也没有什么损失。我堂兄蓝玉耀是个书生，三少爷可以去打听一下，他在学堂的功课不错，还有希望在今年中秀才。与其在意那区1000两，倒不如放长线钓大鱼。哦，你给他3年时间，他若是能在这3年里中举，那于家就结了善缘。日后我堂兄当了官，也会记着于家的恩情。当然这1000两他还是要还，只是会晚个3年，这对于于家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。而且1000两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百姓来说是天价，可对于于家来说根本不放在眼里。您不过是花了些时间就能获得这样大的利益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于米的笑容渐浓，不得不说他被他说动了。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他没说，可却隐藏在了字里行间。他听明白了，他在告诉他于家想培养势力，这也许是个不错的方法。于米的心有些痒，可惜了，是个姑娘，若是个男子，他定然会将她纳入于家，对于家将来定然大有裨益。蓝大夫真是生了一副伶牙俐齿，这人我放。于米话落，冲着旁人招招手，就要吩咐人放人。等等，蓝大夫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有个要求。于家赌坊地牢里，蓝玉耀紧紧抱着自己，瑟缩着身体，害怕的不行。忽然有2个人进来，将他带了出去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带我去哪里？我告诉你们，杀人是犯法的。
蓝玉耀，我们东家念你是个有才华的人，宽限你3年时间，3年后分期付款。你若愿意，便在这上面画押签字。蓝玉耀一听有这等好事，当即想也不想，就签上了名字，按上了手印。然后他就见一个壮汉提着棍子走了过来，蓝玉耀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。我已经签字了，你们还想干什么？啊！于米看了一眼远去的牛车，收回目光，回了赌坊，去了一处房间。二哥明明在，为何先前不出面？这件事情三弟处理得很好，要我出面干什么？今日小弟有些越俎代庖，二哥别在意，不过是小事，我在意什么？于洋起身拍了拍于米的肩膀，在桌前坐下。刚才的事情二哥都知道了吧？是个厉害的姑娘，聪明冷静，而且狠辣。那可是他堂兄都能狠下心下这么重的手，难道二哥觉得他做的不对？对，做得很对，只可惜日后咱们赌坊只怕要少了一个赌徒，不过咱们于家可能会多一个帮手。于洋回头，眼底闪过一抹笑意。二哥，你说咱们若是将他说的法子用在其他有用的人身上……后面的话于米没有再说，兄弟俩心领神会。这姑娘不简单，多派人盯着点，可惜已经成亲了，不然娶回来给三弟做媳妇儿也不错。于洋打趣道。二哥，临近傍晚的时候，牛车载着重伤昏迷的蓝玉耀回了西河村。自打兰溪和姬元离开后，庄氏就在家中等着，一听到门外传来的动静，赶紧跑了出去。当瞧见牛车上重伤昏迷的蓝玉耀时，差点没晕过去。玉耀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太太等人都在屋里坐着，听到动静都出来了。蓝淑婷也看到了蓝玉耀的情况。二叔二婶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兰溪说着，将蓝玉耀欠下的书契递给了蓝淑婷。只要人活着回来就好。丫头，你是会医术的对吧？你快给你堂兄看看，二婶求求你了呀！你堂兄是要当官的，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！二婶，你别担心，路上的时候我已经替堂兄检查过，堂兄无生命之忧。至于堂兄的腿已经断了。庄氏只觉眼前一黑，整个人朝后仰去。娘！幸好蓝妹就站在他的身后，及时扶住了他。二婶，我话还没说完啊，我有办法治好堂兄，不过堂兄要吃点苦。只要能治好就成，只要能治好就成啊！徐丫头，你堂兄的后半辈子就要靠你了呀！二婶给你跪下了呀！二婶，你折煞我了，他是我堂兄，我自然会尽力去救，你放心。娘！蓝玉耀醒了，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，庄氏立刻扑了过去。蓝淑婷也要跟过去。二叔，我有话与你说。二叔，堂兄的伤是我让人打的。蓝淑婷抬眸，满是错愕。西丫头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蓝淑婷含泪问，额头爆起的青筋暴露了她压抑的怒火。二叔，这件事情我本可不告诉你，可是我想想，你还是该有知情权。堂兄染毒，若是这回不吃了教训，只怕不长记性，还会有下回。若是还有下回，可就不会这么走运了。蓝淑婷的拳头慢慢的松开，高大的中年男子佝偻起腰背，身影颓然。西丫头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你做的没错，
我不怨你，只是这件事别告诉你二婶，你我知道就好。蓝淑婷抬起头，你堂兄的身体就靠你了。二叔放心，我有分寸。蓝淑婷转身进了屋，兰溪望着他佝偻的背影，总觉得经历了这事儿，他二叔老了许多。相公，你觉得我做得太狠了吗？媳妇儿做得很好，要是我就打断他的狗腿，还不给他治。你倒是想治，你怎么治啊？去山里随便挖点草药给他敷上。姬元挠头嘿嘿笑了。姬元，有你陪着我真好。哎，你说怪不怪？我们出现的好像总不是时候，我们还是进去吧。三婶，好了，不打趣你了。两人走了过来。眼下呀，虽然玉耀身受重伤，可这人总算是救回来了，咱们都能安心点儿。我和你三叔啊，就先回去了。玉耀的事就看西丫头的了。兰溪给蓝玉耀治病的时候，山上的桃花盛开，兰溪得了空的时候就会去采摘桃花。今日里他去镇上卖了野味回来，一进屋就见兰溪坐在镜子前，扒拉着刘海儿，往额头上抹着药膏，抬手抚摸着那道伤疤，心口抽抽的疼。你干什么呢？我刚抹的桃花膏都被你蹭掉了。媳妇儿，当时疼吗？疼什么？有什么可疼的？我这人啊，记性不好，就算疼我也忘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我这桃花膏可是好不容易配出来的，金贵着呢，你可不能再给我蹭掉了，我心疼。兰溪抹完膏药，见姬元愣愣的不说话，逗他道：不过话说回来，哎，你说我当时怎就那么傻呢？早知道你是这么好个人，我撞什么墙啊？所以啊，你不用心疼，人呢总有犯傻的时候，也得为犯傻付出代价。若是这之后能换来更好的幸福，那就值得。真是笨蛋，若是没有这个疤，他能来这个世界上吗？所以这是他的幸运疤，就算当时再疼也值得。媳妇儿。啊？兰溪眨眨眼，察觉到搂在他腰间的手变紧，兰溪的脸瞬间红了，然后就见他渐渐地靠了过来。兰溪闭上了眼睛。姬元就是个鲁莽的汉子，平日里劲头上来了，总是不管不顾的，回回都弄得兰溪有些受不住。可今日里这个男人却很温柔，那种疼惜从骨子里透出来，生怕他化了似的。良久，姬元搂着兰溪躺在床上，他额前的刘海散开，露出那道伤疤。他看到时还是有些难过，媳妇长得这么好看，若是这伤疤一直在，多不好。兰溪被他看得受不住了。不过就是一道疤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能好吗？你嫌弃啊？兰溪恶狠狠地盯着他，他要是敢嫌弃，他就将他咬死。姬元摇头：你不嫌弃，你管他能不能好呢？你身上那么多疤，我也没见你在意。我是男人。男人女人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回头啊，我去想法子将你身上的疤痕消掉了。放心吧，你身上的疤痕我都能消掉，更何况我这点小伤疤。俗话说得好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我生得这么好看，若是头上有道疤痕，多不好啊！媳妇儿不要脸。兰溪瞪眼：性急的，你不想好了？你竟然敢说我不要脸！兰溪挠着姬元的胳肢窝，姬元笑个不停。媳妇儿，你下回还敢不敢说了？姬元抿唇不说话，兰溪继续挠，微微泛红的小脸满是得意，
忽然一阵天旋地转，兰溪被压在他的身下，察觉到某人身体的变化，兰溪无语了，忽然觉得有些不好玩。那什么，快中午了，我得赶紧去做饭。媳妇儿饿了？都是我不好，刚才没把媳妇儿喂饱，我现在就努力。什么？兄弟，你说什么呢？兰溪意识到危险，爬起来就跑，可他哪里能跑得掉？须臾后，某个小妮子哭着求饶：“相公，我错了。”傍晚的时候，庄氏见来给蓝玉药换药的人是姬元，愣了一下：“西丫头怎没来？”媳妇儿今日里合的发面，在蒸馒头，没得空，就让我过来。某个正在床上呼呼大睡的小妮子猛地打了2个喷嚏，揉揉鼻子，趴在枕头上继续睡去。平日里蓝玉药换药的时候，都是姬元在旁帮忙，因此姬元这么说，庄氏也没觉得奇怪。姬元见庄氏没走，我给人换药，不许旁人在一边看着。庄氏不想走，可姬元的目光太吓人，他只好退了出去。姬元的目光在屋内扫了一圈，看到了旁边的柜子，走过去拿了一件衣服来，递到了蓝玉药的跟前。蓝玉药糊涂：“什么意思啊？咬着。为啥要咬着？怕你疼。笑话，我一个大男人怕什么疼？你说的，等会儿不准喊。”他喊什么？不就换个药吗？平日里也不疼。这念头还没落下，蓝玉药就惨叫一声。平日里换药也没见这么疼啊，额头的冷汗直冒，最后他还是没忍住，抓过衣服塞到了嘴里。姬元瞥了他一眼，早乖乖听话不就好了？活了快20年，蓝玉药生平头一回明白，男人换药和女人换药有多大的区别。这男人换药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：野蛮。等到药换好，他简直要去了半条命。这他娘的是换药吗？简直像是有100把钝刀在他身上乱砍。明日里你就要去参加院试，这是媳妇儿给你配的药，每日1粒，能保证你安稳地撑过院试。姬元绷着脸将话说完，转身要走，走了2步后，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，转过身来。哦，对了，媳妇儿让我提醒你，好好考试，别忘了你欠的债。3年后，你若是还没中举，运顺赌坊那边会直接找你讨要那1000两，届时若是还不上……后面的话姬元没说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蓝玉药哆嗦了一下，瞬间脸色惨白。我一定好好考，我一定好好考。姬元回了山上，见小媳妇仍旧安详地睡着，忍不住露出了一抹笑容，目光落在小媳妇红润的唇畔。姬元的眸光闪烁，下意识地朝着眼睛看去，确定小媳妇并没有醒来后，微微轻身。睡梦中的人忽然睁开了眼睛。你在干什么？姬元的身体一僵，他慢慢抬起手，在他的脸颊上蹭了一下。媳妇儿，你脸上有灰，我帮你擦擦。擦灰用得着脸离得这么近吗？姬元眨眨眼。姓姬的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坏主意。你属猪的吗？都吃不够啊！兰溪一脚将人踹了出去。这不能怪我。不怪你，怪谁啊？怪媳妇儿，太诱人了。蓝大夫可曾听过近日里铺子里关于你的流言？什么流言？近日里不少人都在议论，说你虽然每月只来铺子3天，却领着千金堂每月1成的收益。梁毅试探着问。确实如此。动动脚趾头，他都知道这话是谁散播出去的，至于目的，
不过是想要激起群愤，给他施加压力罢了。兰溪承认得很干脆，反倒是让梁毅一愣。梁大夫可是对这事有什么不满？那倒没有，我虽然惊讶，可若当真如此，我也能理解。我原先在中仁堂，当初千金堂是什么情况，我是知道的。也就是在兰大夫过来后，千金堂才起了变化。可以说，若是没有兰大夫，就不会有如今的千金堂。梁毅说的是真心话，虽然刚得知这事儿的时候是有些嫉妒，可谁让人比他本事的？这是人家该得的。梁毅会这么说，兰溪有些意外。他沉思了片刻，起身走了出去。兰大夫，你去哪儿？既然这件事情已经弄得人心浮动，让人胡乱猜测，不如我直接说出来。梁毅有些傻眼，他原先说这个不过是想提点他，依着他的聪慧，定然能想到是谁散播流言，让他日后多来千金堂几日便是，可不是想要这样的结果的。关于我拿千金堂1成收益的事，是真的。这是原先我进千金堂之前就和掌柜子商量好的。我知道，不少人的心里呢，可能有些不服气。今日在这里，我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当中谁有我的本事，我就将那1成的收益给他，绝不说二话。若是你们没有那个能耐，就闭嘴，好好学习本事。眼红也是需要资本的，我等着你们超过我的那天。兰溪话落，转身回了包间，要多潇洒就有多潇洒。梁毅看的都有些傻眼了，狂，够狂，这话说的可真是要多狂妄就有多狂妄。可他却不得不承认，他有说这话的资本。果然，兰溪话落，众人鸦雀无声，没人敢反驳。他们是不服气兰溪拿那么多收益，却也没人敢否认他的能力。梁毅偷偷替兰溪捏了一把汗，正要转身离开时，突然瞥见了站在铺子外不远处的夏云潮和赵氏。梁毅缩起脑袋，灰溜溜地回了自己的隔间。你听到了吗？他这番话分明就是冲着我来的。傍晚，兰溪收工，夏云潮将他喊到了书房。兰溪丫头，你来了，坐。兰溪走过去坐下，就听夏云潮道：今早铺子里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兰溪望着夏云潮，并没有着急着说话。都怪我这段时间太忙，并没有留意到下面人的情况，才发生了这事儿。兰溪丫头，叔叔给你说声抱歉，这件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，是你婶子说出去的，我也好好的说了她一顿，还望你别放在心上。你放心，以后你在铺子里坐诊，我保证旁人不会说闲话。夏叔，您客气了。其实您不用跟我道歉，不管这话是从哪里传出去，都说的没错，我不会计较。更何况，准确来说，我不过是在千金堂坐诊，却不算是千金堂名下的大夫，所以夏叔不用这般为我操心。兰溪站了起来，脸上扬起一抹笑容。其实呢，我也能明白赵婶的心思，她这么做也是为了千金堂着想，我也不会怪她。其实啊，你也不必为了我责怪婶子，若是夫妻间产生隔阂，那我可就罪过大了。夏云潮脸上虽然始终带着笑容，眼底的目光却渐深，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，他竟然会觉得眼前的这副面孔像极了他自己，很假。夏叔，天色不早了，我相公估计已经来接我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也早点忙完，早些回家休息吧，免得婶子担心。兰溪冲着夏云潮点头，转身离开。兰溪的身影消失后，夏云潮终究没忍住，
一拳头砸在了桌子上。赵氏从屏风后走了出来。那丫头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她在威胁我们啊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。姬元撒了谎，他其实来了有一会儿了。他从包间去书房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了，不过他没有过去。本想去后院等着他，却被梁毅喊了过去，说了2句话。姬元的眸光一闪，他媳妇在千金堂受委屈了。今天送堂兄去考场如何？很顺利啊，二叔在考场那边候着堂兄，我就回来了。媳妇儿，我们现在回家吗？先不回家，去一趟木子村，瞧瞧谢世安的书看得如何了。好。谢世安从小就天赋极高，3岁认字，5岁能诗。若非家逢变故，他如今只怕已踏进官场。他不知道兰溪让他记下那些究竟想干什么，不过他这样安排自然有他的用意。谢世安正蒙着眼睛，用鼻子辨认药材。秀出你手中的是什么草药了吗？当归。他将蒙眼布扯下，看到兰溪和姬元。你们来了。如今你蒙着眼睛，透过气味就能将这些草药辨识出来？大部分可以，有些气味相近的，偶尔还会弄错。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出色。先去看看云姑。姬元没跟进去，而是站在原地，捏着草药若有所思。谢世安注意到了姬元的动作，并未跟着兰溪进去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是说分辨这些药材？你很想分辨出？媳妇儿得知你分辨出很高兴，所以你就想也能认出？姬元没有说话，不过他的神色却说明了一切。你对他真好，不过你不必做这些。我能做到这些，是因为我自小读书，虽然不能过目不忘，可多看2遍就会记得，这是我的本事。而你也有你的本事，你的身手很好，能在危险来临的时候护着他周全，这是很多人都羡慕不来的。他得知我分辨出草药虽然高兴，可也仅是高兴而已。你不同，你的本事不仅能护他，还是他的骄傲。人和人是不同的，各有各的好，你不必同我比较。我喜欢跟你说话，我也喜欢跟你说话。我看得出来，兰姑娘很在意你，所以你什么都不用改变，只要做你自己，她就会很开心。我媳妇儿喜欢我，我知道。谢世安嘴角一抽，亏他先前还以为他没啥安全感，想劝说2句，没想到他觉得自己在找虐。婆婆的身体如何？没什么大碍了，还是那句话，需要好好调养。毕竟折腾了这么些年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恢复元气的。你今天过来，应当不仅是为了了解我书看的成果吧？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儿啊。我要买地盘铺子，可我不方便出面。这事情呢，得由你来办。这几日啊，你先留意，过2日我会再过来，将钱给你带来。细丫头，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三叔，你想要投资吗？想赚钱吗？想要飞黄腾达，为三婶和未来的弟弟谋得更加幸福的未来吗？媳妇儿，正常点。简言之，我想做生意，可是没钱。三叔三婶儿，你们愿意投资我吗？嗨，说什么投资不投资的，细丫头若是用钱啊，跟我们说一声就是，只要力所能及的范围，我们一定帮忙。必须是投资。俗话说得好，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。三叔三婶帮我，我自然不能亏待了你们。这投资自然是没问题，不过细丫头，你可得跟三叔说明白，你想做啥生意？保密。我可是你三叔，你对我还保密？若是不干出一番成就来，我好意思拿到三叔面前说吗？就你会说话，这事儿你是可以对三叔保密，
不过西丫头，我可跟你说清楚，这做生意呢，没有想的那么简单。到时候啊，若是折了本钱，你可不准跑到三叔面前来哭鼻子。不会，就这么自信？就是这么自信。好，这钱我给了。吃过饭，姬元要去打猎，兰溪给他摊了点鸡蛋饼带上。若是饿了就吃点，若是不够吃啊，等你从山里回来就告诉我，我下回给你多做点。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好了。当心啊，注意安全。我在家里等你。姬元巴巴地盯着他，兰溪轻笑，踮起脚尖亲了亲他的嘴角。姬元心满意足地离开。夏府，赵氏半夜起夜，刚从茅房出来，下一瞬一个麻袋就罩到了他的头上，他还没有来得及喊叫，就被敲晕了过去。夏云潮早晨醒来，他去茅房的时候就看到了躺在里面鼻青脸肿的赵氏，身上还有一股浓烈的酒味儿。你大晚上跑去喝酒了？赵氏迷迷糊糊转醒，听到这话觉得莫名其妙。哎呀，我大晚上喝什么酒？哎，哪里来的酒味儿？我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酒味儿啊？怎么还臭烘烘的？这时才发现自己竟然躺在茅房里。哎呦，我怎么会躺在这里啊？夏云潮连连往后退了2步，生怕赵氏扑到自己的身上，尤其是当他瞥见赵氏的衣角沾染的土黄色东西时，脸色越发难看。夏云潮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干什么了？你大晚上的喝酒，喝断片了，跑到这里躺着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别扯这些了，你赶紧去将衣服换上。哎呀，我都说了我没喝酒，昨晚……赵氏挠挠后脑勺，奇怪，他怎么有些记不得了？成了，就算你喝酒，我也没怪你，你还是赶紧去换身衣衫吧。瞧你现在像是什么样子？我都说了我没喝酒。夏云潮一点都不信，这明显就是一副喝断片的样子。就当你没喝，先换身衣裳再说。夏云潮，我再说一遍，我没喝酒。成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快去换衣裳。好你个夏云潮，咱们夫妻这么些年，你竟然不信我，我能骗你吗？赵氏气闷，扯了夏云潮一把。夏云潮想要躲开，却不成想身体一个没稳住，整个人朝前扑了过去。赵氏眼底露出惊恐，脚下一阵慌乱，一脚踹进了茅坑里。夏云潮！不远处的假山后，景宇将这一幕看在眼底，脑海中回想起昨晚的事。昨晚他睡到半夜，听到一阵动静，走过来就看到了一道高大的身影。那人看到他后，非但没有慌乱，而且没有停下拳脚，直到他打得心满意足，这才收了手。他欺负媳妇儿，而后离开，似乎并不怕他将这事儿说出去。至于后来，是他将赵氏挪进了茅房，并在他身上撒的酒。